斯大林，苏联历史上色彩最鲜明的一位领导人，也是外界评价严重两极对立的一位国家元首。他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带领苏军赢得对德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受到社会主义世界万千群众的追捧崇拜。但与此同时，他又是苏联大清洗运动的主导者，其铁血冷酷的作风甚至让自己的亲人都感到胆寒。尤其在晚年，身边人对他的恐惧大于崇拜。那么，斯大林晚年究竟有多残暴？斯大林成为苏联总书记，手中权力无限，但斯大林能否严谨慎重地使用权力，我心里没底。这是列宁晚年病重期间眼看国家大权落入斯大林手中后发出的由衷担忧。从现实结果来看，列宁的忧虑不无道理。1924年1月21号，随着列宁与世长辞，斯大林正式接过苏联国家大权，并由此走上了一条高度集权统治道路。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的一大表现是将党政军三权归于自己一身，将个人凌驾于所有组织和个人头上，并打着集体的名号，不断将权力向中央、向自己手中收缩。1920年起，斯大林就是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1922年4月3号，斯大林又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列宁担任这个职位期间，总书记的权力并不大。可当斯大林上台之后，一切都变了。斯大林开始以总书记的身份接过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掌控着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权力。彼时，病重中的列宁组建了以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三轴为核心的临时领导机构，本意是让三人共同主持国家工作。但由于斯大林的强势做派，再加上其身背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等各种领导人头衔，另外两人的权力不断被剥离。三人领导小组很快成为斯大林一个人的天下。列宁也察觉到斯大林个人权力高度集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不过，考虑到新生的苏联正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威胁、国内经济困难等一系列不安定因素，国内需要权威，所以列宁还是支持了斯大林的领导工作。然而，殊不知，正是这次妥协，给斯大林后续的权威统治埋下了伏笔。1924年初，列宁离开人世，其试图推动的苏维埃领导体制改革骤然停止，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问题的解决也没了后文。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迅速将所有大权收归一身，同时，斯大林还借助列宁逝世与纪念活动，大搞对列宁的个人崇拜。或许斯大林推崇列宁的初衷是为继承列宁主义事业，但在推动塑造对列宁的个人崇拜过程中，客观上也必然掀起一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毕竟斯大林被视作列宁主义的继承人，个人崇拜愈发加强了斯大林的高度集权，斯大林的权威得到空前加强。然而不久，这种模式便显化出了恶果。30年代后期，纳粹党在国际社会掀起的腥风血雨，并在许多国家培植起间谍力量。动荡的国际形势，再加上风声鹤唳的社会氛围，让猜疑心极重的斯大林在苏联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1936年7月29号，斯大林下达了有关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密信，由此来拉开大肃反运动的序幕。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16人苏共领导集团被斯大林送上审判法庭。很快，所有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苏联内部的动荡被德国纳粹间谍机关捕捉到，他们利用弥漫在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氛围，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假借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斯大林。被蒙在鼓里的斯大林震怒，立刻下令逮捕了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7位苏联军区将领，并执行枪决。随后2年时间里，苏联高层人心惶惶，11位副国防级别的将军，80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8位海军上将，2位军方元帅，以及90%集团军将领，3.5万名军官被清洗掉。肃清运动除针对军方各部领导人，还将矛头对准了社会各大阶层。1937年7月2号，斯大林下达命令，大部分从前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方的富农、刑事罪犯是形形色色的反苏罪魁祸首。依照斯大林的命令，这批本就处于改造和服刑中的人员迎来了第2轮审判。被审判者分为2类，一类是立即逮捕并予以枪决的，另一类是应在集中营监禁8至10年的。2类人中，斯大林都下达了一定限额，要求各省区必须逮捕、处死一定人员。按照斯大林的规定，25.9万人被逮捕，7.3万人被即刻处死。当然，这并不是完整数字，因为斯大林的肃清名单中并未罗列出全国所有地区。且命令下达后，各地又要求增补追加名额。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被连累遭到流放或监禁。1937年，斯大林又将矛头对准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对其展开了大规模驱逐政策。其中最大一次行动莫过于将远东边疆朝鲜族人全部迁移至哈萨克与乌兹别克境内。
据统计，自斯大林下达命令起，短短几个月内就有17万朝鲜族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异国他乡的苦寒之地。时间来到1938年，苏联迎来肃反运动大恐怖时期，苏联政治局一再扩充镇压富农、刑事犯名额，并不断扩大肃反军体。到后来，波兰人、德意志人、芬兰人、伊朗人等军体纷纷登上斯大林的清洗名单。从1938年2月至8月，苏联政治局的肃反限额上涨了9万人，被就地枪决的人员根本数不清。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国内外媒体的疯狂造势，让苏联境内的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不断恶化。到后来，但凡历史上有过任何污点的人，都会被拉出来整治、逮捕、镇压。据统计，至少有130万人在这场肃清运动中被判刑，68.2万人被直接枪决。斯大林发起的这场大清洗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他从上到下打击了成千上万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众，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重大摧残。后来，苏联在苏德战争前期墨守成规、谨小慎微，不敢冲破禁锢进行改革，以至于遭遇惨败，与这场大清洗运动造成的后遗症密切相关。而苏联国内形成强大的保守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走向固化，以至于最终走向崩溃，同样与这场清洗运动脱不开关系。换言之，斯大林的武断作风一定程度上摧残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也间接造成了苏联日后的解体。可不自知的斯大林到了晚年时期却愈发残暴多疑。毫无疑问，斯大林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一句话可以轻易决定人们的生死，同时他的一个眼神也会让身边的亲密战友不寒而栗。迟暮之年，斯大林的残暴做派、多疑性格发展到了令人胆寒的地步。临终前不久，他更是被诊断出患上狂躁性恐惧症。吃饭时，每一道菜都需要别人当面尝过他才会吃。身边多年来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下属，他也一个信不过。斯大林身边最为人熟知的2大公顺人物波斯克列贝舍夫、弗拉西克，后来全被他解职送进监狱，甚至就连自己的医生，斯大林也常常怀疑。斯大林认为，所有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和恐怖分子，随时可能要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谁都不知道斯大林的真实健康状况。不光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连斯大林的家人儿女都对这位暴君的行径感到胆寒。妻子娜迦因为斯大林的武断做派、残暴行径，选择吞枪自尽。在他之前，娜迦的舅舅、姨妈等亲戚也早已惨死于斯大林发起的肃清运动中。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初恋对象被斯大林抓进监狱，关押10年。深受打击的斯维特兰娜2次结婚，2次离婚，最终选择与父亲断绝来往，前往西方定居。就连最亲密的妻女亲人尚且对斯大林心怀怨恨和不满，深受斯大林暴行之威慑，更何况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不觉中，苏联民众对斯大林的追捧和敬重早已悄然转化为恐惧和胆寒，以至于斯大林病危之际，也无一人敢上前询问遗嘱之事，导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坛留下一片权力真空，为后续的国家权力争夺与政坛动荡埋下了伏笔。斯大林的一生注定会遭到后人的批驳和评判。他是领导苏联走向强盛的功臣，是将列宁主义道路发扬光大、带领苏军打赢对德国纳粹战争的英雄。但光辉和荣誉掩饰不了他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肃清运动对无辜之人的镇压和暴行，一桩桩一件件血债均陈列在案，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至于斯大林究竟功过几分，该如何定义评价，这注定是一个难下定论的问题。